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天，累计票房已经突破3亿元。这个数字说明走进影院的早已不只是沈腾的粉丝。票房只能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愿意买票。我们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当沈腾不再负责逗笑观众，大家还愿不愿意看他？从第一轮影评来看，过去提到沈腾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表情节奏，还有那种一句普通台词都能说出笑点的能力。到了欢迎来龙餐馆，观众讨论的内容却变了。一些署名影评开始提到他收起搞怪表情后的状态，包括体态、沉默，还有徐福这个人物在战火中发生的变化。大家没有只追问这部电影好不好笑，而是开始观察，如果沈腾不再持续制造笑点，他还能用什么留住观众？仅凭这些还不能直接得出沈腾转型成功的结论，因为徐福能够被观众接受，靠的不只是沈腾。角色怎么写，导演怎么拍，造型、镜头和对手演员怎么配合，都在影响最后的效果。要判断观众是不是真的开始改变看法，我们得先看看这份变化是怎么发生的。影片在正式上映前进行了3天点映，点映票房约 1.6 亿元，票房占比与上座率逐日上升。正式公映后，累计票房很快越过3亿元。这组数据足够确认影片已经离开小范围点映口碑，开始接受大批普通观众的检验。它虽然不能直接替演技打分，但是能排除一种解释，目前的好评并非只来自少数提前进场原本就对影片高度期待的人。不少普通观众进场之后，没有因为沈腾不够好笑马上拒绝这部电影，只是观众愿意进场，与他们为什么愿意留下是两回事。沈腾本人对角色的理解是，徐福不是一个从头到尾背负使命的人，他首先是一名厨师，有家庭牵挂，有现实压力。去异国经营餐馆，起初考虑的是生活和赚钱。沈腾在谈到徐福时，用过有自私有大义这样的概括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他没有把徐福直接包装成一个毫无缺点的英雄。对徐福而言，龙餐馆最初只是赚钱的工具，随着环境改变，他才逐渐成为可以庇护别人的空间。人物的重点因此不只在最后做了什么，更在于一个原本只想照顾自己生活的人，怎样一步步被推到更艰难的选择面前。这恰好接住了沈腾原本就很擅长的一种质地，市井感。沈腾过去的角色经常让人觉得熟悉，不是因为人物有多完美，而是因为他身上带着普通人的小心思、狼狈和自我保护。这些特征以前常常通向笑点，到了徐福身上却成了人物进入沉重处境之前的底色。换句话说，他并没有把自己身上原有的东西全部丢掉，他只是没有再把那些犹豫、窘迫和生活感推向包袱，而是让他们留在人物身上。观众熟悉的市井气还在，用途却发生了改变。可能这正是第一轮评价没有把不搞笑理解成不像沈腾的原因。如果一名喜剧演员突然换上严肃表情，从头到尾压低声音，那只是一种外部变化，观众很快便会发现他只是在努力显得沉重。许福目前得到的正面评价没有只停在沈腾居然没讲段子，影评提到的是他收起标志性的搞怪表情，透过较为佝偻的体态和收敛的处理，去承接人物从市井自保走向承担的过程。这些描述开始落到表演方式，而不是只把第一次演正剧当成新鲜感。不过到了这里，我想再问一次，观众现在看到的变化真的都来自沈腾吗？答案显然不能这么简单。徐福的变化首先写在角色里，从把餐馆当成谋生工具，到希望这片空间只留下和平与食物。剧本已经提供了一条清楚的人物弧线，导演文牧野的处理同样重要。影片中，徐福与母亲的视讯通话串联人物关系，让餐馆里的日常烟火与外部战火形成对照。食物、家人和一间餐馆原本都是非常具体的生活内容，当他们被放进动荡环境里，人物每一个关于生存的选择自然会变得更重。造型和体态让观众更快感受到角色的疲惫，镜头与剪辑决定哪些沉默会被看见，蒋奇明等对手演员建立的人物关系又影响徐福的转变是否可信。不少人看到沈腾的名字，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喜剧。当影片没有按照这份预期提供密集笑点，观众对他的收敛自然会更加敏感。同样的处理放在一名常演正剧的演员身上，可能只是正常发挥，放在沈腾身上就很容易被看成一次明显转向。
这种反差提高了变化被看见的程度，却不应该替代对表演本身的判断，因为少搞笑并不自动等于演得更好。一个演员少做表情，少说几句话，并不代表克制。人物看起来沉重，同样可能来自剧情、音乐、造型和摄影的共同推动。如果影评只剩下没想到沈腾不搞笑，那么这份认可仍然停留在反差带来的新鲜感，观众因此而开始清楚他收起了什么，又留下了什么。就目前的反应来看，沈腾收起了直接制造笑声的方式，留下了普通人的质地。徐福不是因为完全不像沈腾才成立，恰恰相反，他身上仍然有沈腾熟悉的生活感，会考虑现实得失，将过眼前，没有一开始就站在道德高处。只是当环境一步步改变，这些特征没有继续被用来取悦观众，而是成了人物从自保走向庇护他人的起点。这就让不靠搞笑有了更准确的含义。他不是要求沈腾从此远离喜剧，更不是把喜剧经验当成需要甩掉的包袱。喜剧演员对节奏停顿、身体和观众预期的理解，本来就可以进入其他类型。差别在于过去那些能力把观众带向笑声，现在是被放进沉默和压力里。因此，欢迎来龙餐馆带来的，并不是沈腾突然从喜剧演员变成了正剧演员，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，观众开始愿意用一套更宽的标准看他。以前看到沈腾，很多人首先判断他能不能逗笑自己，到了徐福讨论开始转向，他能不能让观众相信这个普通人的恐惧犹豫，以及后来的承担，这才是观众开始改口背后比较重要的部分。当然，影片才刚刚进入大规模上映阶段，3亿的票房是一个强烈的市场讯号，却不是最终票房。第一轮好评已经形成，不等于后续不会出现对影片节奏、题材和人物处理的不同声音。现阶段能下的结论必须保留边界。沈腾不靠密集搞笑，观众还买账吗？我想从普通观众大规模走进电影院以及公开评价的焦点开始转移，这答案就是偏向肯定的。但大家买账的原因并不是沈腾把过去的自己全部推翻了，是他把原来用来制造笑声的市井感、节奏和普通人气息换了一个方向，交给了徐福。角色设定文牧野的导演处理，造型镜头和对手演员共同拖住了这次呈现。沈腾需要完成的是在这套条件里，不让观众只看见那张熟悉的喜剧面孔。在欢迎来龙餐馆里，他做到了让一部分观众暂时忘记喜剧包袱，转向开始看人物。这不是对转型的盖棺定论，只是改变了下一次观看他的起点。那么你看完欢迎来龙餐馆之后，觉得沈腾最打动你的是他收起了熟悉的喜剧表达，还是他把原本的生活感带进了一个更沉重的角色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谢谢观看，下期见。